王一博三个字就是高质量、高热度、好口碑的保证。尔冬升导演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句话：如果你下一步找到王一博，不用写剧本，可以马上拍，此话一出，立刻冲上热搜。真业内对王一博的真实评价，原来他在电影圈这么抢手，这下子可谓是一语双关。王一博自带流量和实力，自然不缺好作品，前提是这番话是对青年导演王德健的即兴回应，成为业内对王一博商业号召力与个人演员价值的认可。他们在讨论剧本常需反复打磨，需兼顾商业性与艺术性，好到演员不会拒绝才算成功。而随后他话锋一转，对在场的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第4幕导演王德健说：你下部戏找到王一博，基本上不用写剧本，马上拍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到一句话道破电影圈现实的状况，新导演想拉投资找发行有多难，而只要演员是王一博，项目门槛直接降低大半，投资方院线平台都认王一博这3个字，题材无论是主旋律、谍战、文艺、现实，他都能驾驭。从无名长空热烈多部影片看下来，扛住票房大盘，自带观众底盘，大家都有发现。早在多年前，尔冬升就评价年少的他非常稳，能演大侠，年纪轻轻却沉得住气。成尔、大鹏、刘晓世等多位导演都主动邀约拍戏，不挑戏份，愿意为体验角色打磨细节，配合度高，演技提升，观众的缘又好。有一点王一博是不可替代的，那就是他的全能型身材比例，镜头感很适合电影画面感，再加上他跳舞身材比例好，眼神犀利，演技有层次，身上兼具少年感与故事感，是导演眼里可塑造性强的演员。圈内抢手从不是凭空而来，是一部作品一次合作攒下的口碑，他是敬业有能力，才是王一博能站稳电影圈的底气。说到底还是那句话，业内都知道王一博3个字就是大 IP， 意指他的项目不缺投资，不缺关注度，可以快速启动，这正是尔冬升发言的真正所指。这就是王一博的与众不同之处，哪怕不进组，也不缺资源，他能够沉得住，就是等待好剧本、好作品，更多是他需要时间和空间去体验生活。而这段时间偶遇王一博貌似有点多，之前在上海街头，他戴着棒球帽、短袖短裤，带着小相机就出门了。与此同时，居然又有人在公交车上也遇到了，不过只是背影，这没办法确认是否是本人，但是大卷毛很明显，看他自在随性的享受生活，就知道他会闷声干大事。了解王一博的人越来越欣赏他做事一个字稳，这已经超过太多人了。他被骂花瓶整整5年，好不容易站在了流量之巅，却不进组不拍戏，选择消失在大众视野之中，转而跑去走了最野的路，直接扎进了职业赛车的硬核赛道，甚至还去拍起了纪录片。这个在当时大众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人叫做王一博，所有人都说他疯了，骂他不务正业，可他偏偏干一行行一行，把爱好完成了专业。到了28岁，他再度归来，却仍是王炸，手握超30个全品类代言，品牌续约率常年稳定在 90%。 今天我们就来与你聊聊王一博的人生轨迹。1997年，王一博出生于河南洛阳，小时候因父母忙碌，5年级便独自生活。初一时，他看到电视播出街舞比赛，对其中的技巧舞产生了兴趣。经过反复恳求，征得母亲同意后，他开始学习舞蹈。练舞再苦，他也从未退缩，并逐渐发现自己在舞蹈方面的天赋。然而命运却给这个刚刚踏上梦想之路的少年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仅仅过了不久，他就确诊了心肌炎。当时医生叮嘱他千万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尤其是跳舞这种需要大量体力的运动，这让他心里非常难受。心里明明认定了跳舞是自己的归宿，身体却被病痛困住，实在无法让人接受。于是他迫切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好起来，一边积极配合治疗，另一边为了保持身体状态与无感不能大幅度运动的他，每天只能做些基础拉伸。痊愈之后，他没有选择再休息一段时间，而是第一时间重返练习室。整个暑假，他几乎天天泡在练舞房，每天起码6小时以上，只求把因病丢掉的基本功补回来。这份一旦认定目标绝不回头的韧劲，从这时候刻进了他骨子里。初二那年，王一博参加全国 IBD 顶尖街舞大赛，一路闯进 Hip-Hop 组16强，凭借亮眼表现，被国内龙头娱乐公司乐华娱乐的星探一眼看中。随后他们便向王一博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为了能让舞技进一步精进，也为了得到
世界顶级的舞蹈与舞台训练资源，让自己离梦想更进一步。13岁的王一博在公司的安排下，毅然决然地拖着行李箱，独自踏上了前往韩国的深造之路。在韩国那4年的练习生涯，对于王一博来说，与其说是进修精进，不如说是一场从众多竞争对手中博取唯一出道机会的残酷生存淘汰赛。为了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他常常刻苦训练，从深夜到凌晨。尽管他时常被否定，尽管孤独与思乡常伴身旁，但他也从未想过退缩。就这样，他在以严苛著称的 YG 训练体系中，日复一日的不断磨砺，最终练就了一身令人惊叹的学习效率与专业素养。2014年，他以17项科目全 A 的成绩毕业。要知道，在王一博之前能达到这个成绩的，仅只有2人而已，足以可见其含金量有多高。不久之后，他以 UNIQ 组合的门面担当身份正式出道，斩获多项新人奖。随后不久，他就随组合参加韩国音乐节目，首次登上放送舞台，开始了演艺生涯。在这2年的爱豆生涯中，他常常随组合往返于中韩2国之间，举办演唱会、发行专辑，还获得了尖叫爱奇艺之夜颁奖礼年度音乐大奖等一系列奖项。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这个刚刚踏入成人世界的少年并没有就此陷入骄傲自满。为了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他于2016年正式转战国内市场，并凭借顶尖的舞蹈功底脱颖而出，成为湖南卫视王牌节目《天天向上》的常驻主持人。一开始，这个腼腆少言、常常处于舞台边缘的年轻主持人，在一众能说会道、有着多年主持经验的前辈之间显得十分格格不入。随着节目陆续播出，针对他控不了场、毫无存在感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甚至一度让电视台有了换人的想法。但在汪涵等主持前辈的帮助之下，总算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沉淀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从最初的青涩腼腆，逐渐成长为在舞台上能够从容自得的成熟主持人。尽管那段时间曝光有限，却也让小年纪的他提前见识了娱乐圈的人情冷暖，也让他从此学会了在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安静。就这样，这个在稳重中逐渐成长的少年，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走向了更大的舞台。2018年，有着多年舞蹈表演经验的他，受邀担任节目《创造101》的表演导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节目播出后，他以严苛的教学态度和行云流水的即兴舞蹈迅速火爆全网，许多人都为其惊人的舞蹈天赋感到震撼，令他一时间圈粉无数。而他在进军影视圈后所带来的热度，对他而言却变成了一把双刃剑。2019年，电视剧《陈情令》横空出世王一博，凭借其在剧中所饰演的蓝忘机一角，彻底登上了顶流明星的宝座。但巨大流量带来的双刃剑很快就发力了，与荣誉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尽的审视与偏见。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系列声音，从花瓶的质疑到对他演技的苛责，他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他没有选择过度的解释，而是再次沉下心来，用一步步反差极大的作品，悄然完成了从偶像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从无名里那个用眼神和微表情在隐忍与深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的叶先生，到热烈中那个对梦想充满执着与不屈的追梦少年陈硕。他用这2个前后反差巨大的角色，一举斩获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将观众眼中那些花瓶撑不起台面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决定。他坦言，高强度的拍摄让他感到疲惫，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于是他果断推掉了一系列工作邀约，选择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与爱好之中。2024年，他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赛道之上，成为了一名职业摩托车手。后来他还主动跟随顶尖探险家前往极地雨林等6个艰险之地，拍摄了纪录片，探索心境，以亲身走入自然的方式倡导人们保护生态环境。这也是王一博区别于其他顶流的核心。当别人还在为流量奔命时，他早已构建起以专业和热爱为内核的个人多领域品牌生态，支撑他彻底在圈内站稳了脚跟。他的故事也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专业是立身之本，战略性暂停是人生智慧。有时候多给自己一些空间，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